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。期待已久的亚运会已经正式开始了，电子竞技项目各个国家代表队已经赶到杭州，提前适应环境准备比赛。而在几天前，亚运会英雄联盟项目的抽签结果也正式公开 ，LPL 和 LCK 出现死亡剧本。早在亚运会抽签开始之前，电竞周报记者就提前和观众们透露，本次亚运会 LOL 电竞项目的比赛，中韩队伍有可能在1/4决赛就相遇，也就是说，中韩队伍只能有一支战队晋级4强，这显然是2个赛区的队伍和观众们无法接受的。不同竞技体育在抽签这一块的规则大不相同，亚运会现阶段的情况就是不同国家代表队的实力差距极大，如果没有种子或者特殊的抽签限制的话，容易提前出现强对决。而最终的抽签结果没有出现最离谱的剧本，但也出现了一个中韩代表队无法会师决赛的死亡剧本，2支战队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。简单说一下具体分组情况 ：A 组3支队伍为中国香港、韩国、哈萨克斯坦 ；B 组3支队伍为日本、巴勒斯坦、越南 ；C 组3支队伍为中国台北、阿联酋、马尔代夫 ；D 组只有2支队伍，分别是泰国、中国澳门，另外1支队伍是弃权。提前晋级8强的4支队伍是沙特、中国、印度和马来西亚。关键是8强对阵，8强对阵阶段中，沙特队和中国队在上半区，沙特队将会对阵 A 组第1的队伍，中国队对阵 D 组第1的队伍。下半区方面，印度队对阵 B 组第1，马来西亚对阵 C 组第1。现阶段猜测4支战队出现队伍大概率会是韩国队、A 组、越南队、B 组、中国台北 C 组和中国澳门 D 组。届时沙特队对阵韩国队，中国队对阵中国澳门，印度对阵越南，马来西亚对阵中国台北。中国队和韩国队同一半区，意味着2支队伍只能有1支队伍晋级决赛。亚运会是不会安排双败赛制的，淘汰赛阶段将会全程使用 BO3 赛制，容错率极低。届时中韩队伍必须提前准备与对手的遭遇战，谁输谁赢其实不那么看重硬实力，更多看重赛前准备和战术制定。另一个半区的中国台湾队直接成为了最大赢家，因为在这个半区，中国台湾队的实力基本就是独一档的存在，有着 Fofo、Karsa 这2个顶级选手，以及蛇 Doggo 这2个 LPL 选手，基本不太可能在小组赛、淘汰赛翻车。等于说这次抽签直接把银牌喂到了中国台湾队的嘴里，中国台北队无疑抽到了最好的签。个人认为这次的抽签结果对于中国队来说十分不利，主要害怕的点还是在于 LPL 赛区的战队或选手在参加世界赛的时候，经常性的出现慢热的问题，包括5年前的那次亚运会，中国队一开始打的其实是很差的，到半决赛阶段面对中国台北还险些翻车，直到最后决赛，中国队才激发出了最强的战斗力，成功击败了韩国队，拿下金牌。这次亚运会的主要问题有2点，第一，中国队不需要打小组赛，这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好事。第二，中国队1/4阶段比赛迎战的对手实力没那么强，而半决赛强度直接拉满，这就非常考验教练组的赛前布置和选手的临场状态。BO3 一旦输掉第1局，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劣势之中。现在中国队能做的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增强训练赛强度，通过打其他 LPL 队伍来找到最好的比赛感觉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希望这次5个选手能顶住压力，争取在一开始就展现出最好的竞技状态，争取拿下这一块金牌。除此之外，前段时间有多位知情人爆料表示，亚运会电竞项目可能像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一样无法直播，引发了大量的争议。而就在24号，亚运会电竞项目正式开赛，率先比赛的是王者荣耀。果然，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平台都没有直播在王者荣耀的小组赛。随后，之前爆料不直播的媒体人再次透露，可能只会直播决赛。英雄联盟项目是25号开始比赛，鉴于王者荣耀的情况，英雄联盟小组赛也大概率不会直播。果然，在虎牙直播平台上，英雄联盟项目的标题也变了，改为28日转播英雄联盟项目半决赛，也就是25-27号的比赛大概率都不会直播，不然虎牙早拿出来宣传了。本来决赛不能是中韩大战，就挺让人失望了。如果再不能直播，估计很多观众是无法接受的。好了，
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比赛是否期待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